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有没有那么一个人会取代王一博？无名变有名了，长空之王真称王了，现在王一博又火出国门，火上世界了。就在由衷的为酷盖欣喜之际，几许小丑又开始梁上蹦跶了。其中蹦跶最欢的就是张三有望取代王一博，李四的风头正盖过王一博，王二麻子就是未来的王一博云云。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，王一博火到头了，该换人坐庄了。借用孙猴子的名言，就是也该让俺老孙做金銮殿了。对于此，只能哑然，因为说这话的人，要么就是没有脑子，要么就是脑子泡水了。原因有三：一，王一博今天的地位声望可不是靠那个前辈让的，是靠他自己从13岁开始就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滴汗一滴泪拼出来搏出来的。所以觊觎王一博位置的，是不是也应该拿出能与王一博一较高下的实力与能力来？到那时优胜劣汰，王一博委实干不过你，自会让贤，而不是现在舔着个大脸，大言不惭的告诉王一博得让给我做。那么就想问了，王一博把街舞冠军的头衔让你，你能接住吗？你有让夜莺杨凯步步一众大神山呼海啸般奔赴而来的凝聚力吗？让王一博把话筒让给你，你能唱出无感那穿透人心的曲子来吗？让王一博把各位大导的青睐给你，你能一夜之间就转化上海口音，倒立旋转直到虚脱也不放弃，翻了车还要求导演再来上一条吗？这些你都接不住。所以听好言相劝一句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祸。你的短视与肤浅，让你只看到王一博的功成名就，却看不到他背后的辛劳与奋斗。这就好比是你只看到树枝上悬挂的香蕉，而看不到树下陷阱里的尖刺。所以当你被倒吊示众的时候，相对于王一博是真真正正的红，而你只是猴子的屁股，只增笑耳。二，王一博的红无关颜值。这句话是因为听到人说王一博现在已然20奔5了，这颜值巅峰期已过，观众老爷们也审美疲劳了，属实该换新鲜口味了。说至此，又忍不住想反驳一二。说王一博岁数大，那么想问一下，言此大论的仁兄，你的25岁精彩若何呀？王一博被诋毁文盲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高升本的教育，那么仁兄肯定是不耻于步王一博的后尘。那么按照现行教育体制算，大学毕业那年，你芳龄刚好24岁，正是小鲜肉上架佳期，而此时你极大概率还翻着掌心向父母要钱啃老呢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说王一博老？你这也太过双标了吧。王一博行至今日，不可否认，一部分人是被其颜值所吸引，但颜值这东西，妥妥属于应季产品，是一腐败保质期极短的高端货，时光可以让你一瞬惊艳，亦可转瞬间令你灰飞烟灭。娱乐圈是大浪淘沙的圣地，是新陈代谢的专场，是帅哥美女的集结号，最不缺的就是帅哥。而那些当年被王一博颜值吸引而来，但仍坚守阵地，至今绝不改弦更张的，不仅是因为王一博的帅，更是因为他帅的有棱有角，有张有弛，有他独属的 logo。 所以随随便便拿出一个所谓帅哥，也不过泯然众人矣，就想取代王一博，简直天方夜谭。三，
真正让王一博经久不衰的是卓绝的品质。想说明这个问题，不妨借古人一用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这诗熟吧？作者是谁知道吧？元稹，与白居易齐名，并称元白的。元稹排名靠前，可见其成就远在白居易之上。但恰恰是我们知道香山居士，却很少有人留意元微之，何解？只因元稹的德性属实有些难堪。史载，他为进士而娶高官之女，即靠着老丈人的势力出圈，又结交宦官，战位不牢。待到妻子重病，他不仅不急忙赶回照料，反而借着出差的机会，在外面彩旗飘飘。古人讲究三妻四妾，这原也无可厚非，但关键是他一边给原配写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我爱上你呀，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，一边一脑门子扎到美女16裙下，这让我等吃瓜群众有被骗嫌疑啊！所以心机加渣男，就放在现在也够元稹喝一壶的。那么元稹的事例告诉我们，光有实力与颜值还是远远不够，如果想要历久弥新，那一定是这个人熠熠生辉的品质。所以当你有面对耐克辱华时，敢于连夜解约的家国情怀，有如果每天活得左顾右盼，还谈什么生命的精彩的清醒通透，有河南大水放下一切驰援的赤子心肠，有我不是想赢，但我就是不想输的竞争意识，有泥水里摸爬滚打的敬业精神。那时你在报名要取缔王一博，或可为之。综上所述，那些喊着叫着要取代王一博的，其实也不难，做到上述3点即可。但在此要隆重声明，这都是的一厢情愿，王一博可是没有功夫搭理这些，他的明天是高山，是大川，是云霓，是流岚，但却绝不会是路边草、井底蛙。所以借用曾国藩的一句名言作结吧：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记过不恋。送给王一博，送给爱博之人，自然也送给妄意要当王二博的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